阿三悟在纽约期间，正逢外交官陆以正先生主掌纽约中华新闻中心，邀请很多台湾画家前往该文化中心展出，阿三悟也是其中之一。其中有几位参访者是美国佛教会的信徒，便邀请阿三悟一起去大觉寺听敏智长老讲解深密经，因而认识了大觉寺的护法沈家珍居士。沈家珍居士和夫人居和如虽然是一般人眼中的大财团老板，但都是常年修行，日日助人，在穿着上也极为朴素。有天他问阿三悟：玄善，年轻的作画家，需不需要我帮忙？后来他选了几幅作品，接下来不是跟阿三悟说要买画，而是说我要如何感谢你呢？用美金跟你换好吗？当时沈家珍居士帮助无数的青年学生，阿三悟只是其中之一。旅美的华人青年找他协助，他也都是从头到尾帮到底，而且态度表现得非常真诚，总是对他帮助的人说：谢谢你，让我有机会帮助你。也因为沈居士的关系，阿三悟得以有机会和达赖喇嘛见面，就人生之境遇请达赖喇嘛开示。他说：生死无间，一步踏过。简单扼要的一句话，让阿三悟豁然开朗。因为在美国的时候碰到沈家珍啊，可能大家都叫沈居士，非常，他是上海人，就是非常有善心的一个人。我记得我在美国那时候经济情况很不好的时候，我还在开经营车的时候，他有一天跟我讲说：我很喜欢你的画。我后来想，他并不是很喜欢的画啊，他只是要帮助我。他说：那因为我们看看你的画，就看我说你，我能不能也拥有一张拥有你几张画？不过我想用什么东西可以跟你换？我没有讲话的时候，我算来算去，我只有的是钱，我只用钱跟你换。他连买画都不好意思讲，是美国国教会的，等于是他这个 sponsor 对不对？所以我大概在1973年到1976年有4年的时间然后我都跟他很亲近的，在那时候的圣严法师才刚日本毕业拿到博士，到那边去弘法。所以圣严法师那时候在教最年轻，在里面是最年轻的师傅，那时候是明智老法师啊、灿云法师，都是高僧，他是最年轻的一位，刚刚出来的，刚教我们打坐的圣严法师。沈家珍居士常邀阿三悟到大觉寺参加佛七法会，而当时留学日本攻读博士学位的圣严法师也受邀到大觉寺弘法。阿三悟有幸跟他学习打坐，也在这里跟南投水里莲因寺的住持灿云法师结缘。当年哈佛大学跟麻省理工学院都有邀请灿云法师去讲课，每次都是阿三悟从纽约开车带他过去。阿三悟事先都跟灿云法师说，车是3手车，如果半路抛锚的话，请见谅。法师都微笑地回说随缘。来回跑了几次行程，幸好都没遇到问题。最后一趟在灿云法师的时候，他递给了阿三悟一包东西，说道：这是人家供养我的，你拿去买一部新车吧。原来里头一卷一卷的都是美金。阿三悟感动地跟法师说谢谢，但是并没有接受。灿云法师教导阿三悟很多佛法知识，也是阿三悟的皈依师父。法师对沈家珍居士赞誉有加，他跟阿三悟说，沈家珍是居士，也是真正的高僧，他是很特别的人，在家修行比出家更难。灿云法师又说，他从不劝人出家，有时出家还出不了家。阿三悟困惑地请教法师，为何出家还出不了家？灿云法师解释说，阿三啊，我在寺里装了电话，那就是在家。灿云法师房间里打坐的蒲团，对面放了一具骷髅头，是佛教修行方法之一的白骨观，便是通过对人的骨相观想，去对治世间法的贪爱执着。阿三悟也因此得到很多启示，无论生活与创作，都是一种入世修行，有磨难，更要学会忍耐，这都是学会修炼的必须过程。